爷爷此时正在和我国的吴奶爸聊天，同时也是在沟通工作。江爷爷给吴奶爸分享了刚才自己拍摄的福宝视频。江爷爷表示自己遇到问题时就会和吴奶爸进行沟通询问，而吴奶爸每次都会耐心的为其进行回复。而从江爷爷和吴奶爸的聊天当中可以看出，江爷爷中文水平真是越来越好了。而江爷爷的工作也不单是每天在园区照顾福宝，福宝一家每天吃的竹子也都是由江爷爷负责安排。福宝一家吃的竹子大到品种，小到产地，都是经过江爷爷亲自挑选的。而视频中的江爷爷此时就是正在为福宝一家挑选竹子。爷爷表示这是福宝一家最喜欢吃的竹子，也就是福宝一家每天的主食。江爷爷表示当时自己发现这片竹林时很是开心，因为韩国竹子的品种比我国要少许多，所以能找到一款福宝一家都喜欢吃的竹子，江爷爷很是开心。而在这个地方除了竹子以外还种植着许多的小树，而江爷爷手里的这棵就是福宝园区同款的南天竹，而这些小树就是为福宝和乐宝的园区布景用的。在园区外面的南天竹长得很是茂盛且漂亮，而在园区总是受福宝摧残的南天竹就显得暗淡很多，甚至很难看到南天竹的长大和结果。江爷爷表示福宝是敏感的，虽然福宝看上去大大咧咧的，但当自己为福宝栽种新的植物时，福宝都会走上前进行检查，也会第一时间发现它的存在。虽然福宝一直在破坏小树，但江爷爷的种植速度始终都没有停下。最后江爷爷对福宝说自己手里的就是南天竹的种子，把它种在地下，南天竹就会长出，但在此之前爷爷需要花费许多的精力去呵护它，而破坏它只需要福宝一屁股。爷爷想让福宝和自己一起爱护这些南天竹。昨天姨姨们都沉浸在瑞宝和辉宝出门营业的画面当中时，而福宝也有在园区好好营业哦。福宝在小亭子上吃过饭后便开始在室外园区散步闲逛，此时园区的雪已经快化完了，只不过园区有点湿湿的。福宝在园区转了一圈又一圈，爷爷看福宝有点无聊，便让福宝回了室内园区。福宝来到室内园区后便直接来到了小亭子上吃竹子。看样子福宝刚才是在室外园区逛饿了，小亭子上的竹子福宝一根接着一根，福宝的小肚子逐渐隆起。一会儿福宝吃饱后去到了小树上休息，而宋爷爷看福宝今天在室外园区时没有玩雪，猜到是因为室外园区的雪都已经冻硬了，不知道宋爷爷又从哪个动物的园区偷来2桶雪，给福宝倒在了小木床上。宋爷爷真的很宠福宝，福宝心情的变化和他的一举一动宋爷爷都看在眼里。而福宝此时正在树上看着爷爷为自己所做的一切，心里深受感动。宋爷爷给雪倒在小木床上后离开，而福宝的眼神从爷爷来了之后就没有从爷爷身上离开过。而爱宝乐园昨天也发了最新的公告，表示瑞宝和辉宝从1月4日开始将开始营业，而且熊猫世界从之前的10点营业改到了11点营业，想必是爷爷们需要先和瑞宝和辉宝在园区适应一段时间，才放心他们自己在那里玩耍。想必江爷爷满园区抓熊的样子很快就可以看到了。今天爱宝乐园的熊猫世界要被挤爆了，有姨姨晒出园区里的预估排队时长，轮到自己还需要240分钟，因为今天是福宝一家5口集体营业的日子。爱宝和瑞宝、辉宝在室内园区，福宝则在室外园区，而乐宝和之前一样在自己的园区。姨姨来到园区时，此时瑞宝和辉宝正在小木床玩耍，姐妹俩凑在一块儿，时而观察园区，时而和彼此打闹，看上去很是开心。而且现在瑞宝和辉宝的体型近乎一样了，姨姨们还能分辨出谁是谁来吗？就在瑞宝和辉宝在小木床上摸索时，江爷爷走了进来。江爷爷给姐妹俩清理了一下小木床，爷爷手里拿的这些木头是被爱宝和瑞宝、辉宝从小木床上啃下来的，爷爷怕其划伤，先将其带走。爷爷走后便又成了姐妹俩独自玩耍的时间。瑞宝从滑梯上伸手邀请妹妹上来一起玩，但辉宝不听，表示自己不想上去。而瑞宝由于太急切，一激动不小心没踩稳，直接从上面滚了下来。辉宝看到姐姐摔倒了，怕姐姐把脾气全撒在自己身上，赶紧离开，希望自己能逃过挨打。瑞宝爬起来后追上辉宝，再次让妹妹陪自己去滑梯上玩。辉宝看在姐姐摔了一个大屁股墩的情分上，同意和姐姐上去玩。而此时在室外营业的福宝正在园区走来走去，从福宝微笑的表情上看上去，感觉福宝此时也很开心。福宝闻闻小树，闻闻小木床，或许是因为爷爷今天冲洗了小亭子的缘故，被水浸湿后的木头会散发出浓浓的木质气味。福宝被这个气味吸引，福宝趴在小亭子的扶手上仔细的闻着，
而乐宝则是一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姿态，该吃吃该喝喝。平时怎么样，今天还是怎么样。而今天依依还拍到了瑞宝发现小树时的样子，这睿智的大眼睛似乎像是在惊叹什么，亦或是闻到了福宝姐姐的气味。瑞宝心想，这个气味和那天隔着门骂自己的那个气味一模一样。瑞宝额头顿时直冒冷汗。瑞宝从小就学会了爸爸的双臂大回旋，精彩程度一点也不输乐宝。灵活的瑞宝在小木床与扶手之间反复横跳。昨天是瑞宝和辉宝第一次在室外园区营业，而瑞宝和辉宝的性格也开始呈现。辉宝今天则很是乖巧，一改往日在房间里欺负姐姐的形象，反而是当姐姐的瑞宝今天总是在缠着妹妹，让妹妹和自己一起玩耍。瑞宝给辉宝堵在小木床的缝隙里，让妹妹趴好了。辉宝是想踩着妹妹身体爬到滑梯上，结果瑞宝非但没有爬到滑梯上，反而还从小木床上摔了下去，一个大屁股蹲，结结实实的摔在地上。不过瑞宝很快又爬了起来，表示自己没事儿，还可以继续玩耍。瑞宝今天很是调皮。一会儿，爱宝在小亭子上吃完竹子后，来到了小木床旁的滑梯上陪姐妹俩。此时，瑞宝看到妈妈在滑梯上，自己也想要爬上去。爱宝俯下身，鼓励着瑞宝，让其大胆放心往上爬，表示有妈妈在，让其不要害怕。瑞宝抱着大树卖力的不断尝试，瑞宝没有爬上去，反而次次因为用力过猛，失去重心不断摔倒，而爱宝就这样一直弯着腰陪着瑞宝。瑞宝尝试了一会儿，发现了妈妈掉落在地上的竹子，瑞宝瞬间转移了注意力，而爱宝这里也一样没有再继续看着瑞宝了。刚才母爱的画面一转，爱宝从滑梯上下来，来到小木床上，抱着扶手啃了起来，在室内憋了半年之久，这一下终于可以得到释放了。爱宝抱着扶手不断啃咬，玩开心了，还在扶手上蹭来蹭去。瑞宝被妈妈的这一操作震惊了，心想妈妈以前也不这样呀，妈妈是不是疯了？瑞宝的小眼神里全是内容。瑞宝走上前，让妈妈不要再啃了，再啃爷爷该生气了。而辉宝此时早已坐在门口等待下班了，没想到辉宝刚上班第一天就感觉到了疲惫，亦或是今天第一次上班，对周围的环境还有点生疏，等过几天熟悉一些，想必就会活泼很多。因为瑞宝和辉宝在室内的时间里，福宝一直在室外，为了让福宝回室内休息休息，爷爷让爱宝和姐妹俩在室内玩了一个上午后，便让其先回家了。当其回家后，爷爷拿来工具为福宝收拾园区，保证一会儿福宝来到园区时，园区依旧是新的才行。爷爷四处观察，检查得很是详细。宋爷爷还细节地对通道门口的青团进行了清理，防止福宝闻到气味后吃醋有小情绪。而此时福宝已经坐在通道门口，等不及的想要回去了。姨姨们终于再次看到福宝不需要爷爷哄，也会主动要求回室内的样子了。爷爷收拾完后给福宝把门打开，因为这天排队的人很多，姨姨再次回来时，福宝已经在树上睡着了，宋爷爷喊都喊不醒的那种。宋爷爷在园区为福宝收拾着刚才吃剩的竹子，宋爷爷还给姨姨们上了个才艺，横跳独木桥。而福宝这里只有等待他自然睡醒后才能让其回家。爷爷已经给通道门打开了，还为福宝准备好了胡萝卜，静等福宝醒来。